在槟城众多的老建筑里，这栋海峡绿色的宅邸格外耀眼。它曾是当年豪门望族的身份标签。你看这大门上鎏金异彩的木雕，每一处都在诉说着那个时代的野心与荣光。在下南洋的洪流中，这扇大门曾是一道严密的分界线，门外是潮湿忙碌的码头，门内是精雕细琢的人间。今天我们就跨过这道高高的门槛，去看看那个被称为巴巴娘惹的传奇族群究竟把生活过到了怎样的极致。这个位置我们叫天井啊，这个位置我们叫天井。天井是我们华人以前是风水位来的啊，在那个年代哈，上面全开啊，开到完啊，不关的啊，开到完，这里是最凉爽的地方啊。那个时候很大的风会下来，假如那个时候下大雨哈，这里会积水啊，积水我们华人是积财的了哈。那个时候它的水会走从一个角落到另外一个角落，最后它会下水在那边，然后那个水一涨起来的时候，它会慢慢排出去哈。那个时候主人家呢讲的 very good 了哈，我们华人水为财。那个时候没有电哈，那个时候太阳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很大的光线它会照进来。假如那个时候下大雨啊，同时那个风都来了，它会吹的周围都湿湿的。风水降过来的了啊！当目光从地上的排水口向上移，就会发现这里不仅有传统的中国金漆木雕，还点缀着来自苏格兰的精美铸铁。天井不只是一个采光空间，它更像是东西方文明的一次握手，无声地展示着大航海时代槟城富少纵横四海的野心。天井之上是流转的热带天空与季风云雨，天井之下是跌宕的家族兴衰100年商贸史。这不仅是一座遮风避雨的建筑，更是一段会呼吸的南洋旧梦。搬家是常做啊。OK， 马来人哈，马来人家里哈有什么喜事啊，有什么大型的婚宴啊，都是用长桌。那个时候爸爸受影响也是用长桌了。主人家的名字叫郑景贵，那个时候郑景贵会坐在这里，他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个大门一开啊，大门一开，郑景贵头会拿起来，水进来家里都可以看得到。OK， 正坐。OK， 可以看到吗 ？OK， 然后郑景贵坐在这里哈，他可以看到那个年代的 CCTV 啦。刚才你们进来的位置，从侧门走进来，你们怎么样走进来？郑景贵坐在这里都可以看得到。来，我们看了，那时候马来西亚是英国的殖民地嘛哈，在槟城这里有很多英国人哈。那个时候郑景贵不会讲英文的，可是那个时候长的时间跟英国人在一起啊。几年过后哈，郑景贵会讲英文的。那个时候他有一间房间跟英国人开会的啊，那一间房间是开会所用的。在这张长桌旁，很难不想到小娘惹里的月娘，戏里的悲欢离合曾在这张桌旁真实的铺开来。那是月娘在后厨研磨香料的坚韧，也是她在这长桌末端忍受偏见时的克制。
每一道酸辣鲜香，都是这深宅大院里最真实的烟火。爸爸，你的叫娘儿啊，华人男生娶了当地的马来女生，他的下一代男的叫爸爸，女的叫娘儿。OK， 槟城、马六甲、新加坡这3个地方，在那个年代的时候都是码头，都有很多爸爸娘儿啊。槟城跟新加坡是比较多华人娶了当地的马来女生做老婆的。然后马六甲那边马六甲那边有很多种人，有华人、印度人、缅甸人、泰国人、印尼人，那边偏讲的是马来语言比较多。对啊，妈妈会带你来到后面这里，还要偷看了啊！来，我们看了你还记得你们？那个时候妈妈会带你来到这边，妈妈会跟你讲，你看这位男生是你未来的老公了哈。那个时候女生会追脚起来要偷看了啊。那个时候女生都不露脸的嘛，主人家是华人，是比较讲究风水的哈。那个时候1895年的时候，马来西亚是英国的殖民地哈。那个时候英国人过来的时候带了很多东西过来，他们这个地砖都是那个时候英国人带过来的哈。他们穿了很多珠宝哈，它的款式跟我们华人跟马来人的款式都不一样啊。来，我们看这张照片先啊。这张照片是做妈妈的身份的哈，这个是做妈妈的身份，她戴的这一颗这一颗我们叫衣布，衣布就是妈妈了啊，衣布就是妈妈。刚才我们讲到那个时候女生结婚13、14岁嘛哈，13、14岁女生的高度大约是这样高啊，这张床太高了，那个时候女生需要个小凳子哈，她会踏在这里然后推上去了啊！当年女生结婚那一天做女生的妈妈一定要准备一堆鸡一只公鸡，一只母鸡了然后它会放在笼里面那个时候是真的鸡来的真的鸡来的啊！女生当天出门的时候她会带着这堆鸡来到男生的家，然后他们男生的家人会把它放在床底下他要留隔天了隔天一大早，男生的家里的长辈他们要过来看这堆鸡啦，还要开那个笼起来，他们要看那一只鸡跳出来先，未来的女儿要生男的生女的了。这堆鸡那个时候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都有这种的风俗它有名的他们叫带路鸡、抓罗鸡带，这个是赢的啦这个是赢的。那个时候爸爸有钱他用黄金来做窗帘钩这个是赢的。等下这个我们过去珠宝那边可以看得到OK。然后来我们再看这个这个是枕头来的枕头的旁边这2边它加了这一块东西的那个时候他们不要给枕头扁下去加了这块东西，那个时候这块东西也是黄金的女的坐一边，男的坐另外一边。那个年代的时候，他们可以相看，看着对方的脸，看得很清楚的。你脸上有什么都看得到有的叫阴阳灯，有的叫幸运灯等下都可以过来，都可以坐到拍照来，我们走了。Baju kebaya是马来语言来的 ，Baju kebaya， 你们都叫娘耳装了 ，OK？ 它的上半身上半身是chiffon来的，下半身是纱绒在那个年代我们华人的女生跟马来女生都不可以穿马来西亚的空姐、马航女生都穿娘耳装，新加坡的空姐、泰国的空姐、印尼的空姐都穿娘耳装听完导游讲那些关于规矩、风水和婚礼的故事，在穿行在这些房间时，一种强烈的错觉扑面而来。这里的房间多到让人迷路，每一个角落都被堆砌到极致，哪怕是一个柜子的拉手、一张床的围栏，都被雕花和金漆层层包裹。
你会看到有些游客穿着娘惹装在里面拍照，甚至模拟当年的生活。但在这种喧嚣之外，这些冷冰冰的豪华家具却透着一种近乎执拗的尊严。这些有钱的巴巴娘惹，难道仅仅是为了显摆财富吗？其实看久了，仿佛读出一种深层的身份焦虑。在当年的南洋，这群华人精英处在一种微妙的夹缝中，他们既不属于完全的西方，也不再是纯粹的故土。这种极致的繁琐，其实是他们对抗孤独的一种方式。他们用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豪华，为自己筑起了一座坚固的文化堡垒。每一件昂贵的陶瓷，每一张白纸千孙床，都是在向世界宣告：我没有丢掉我的根，我在异乡活得体面且有尊严。这不仅仅是财富的迷宫，更是精神的迷宫。他们追求极致，是因为在那个动荡的航海时代，唯有这些实实在在的华丽是确定的。这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对故土的深切投射，也是他们在异乡站稳脚跟的一种倔强。当我们在这房间里流连往返时，看到的不仅是金银珠宝，更是那个时代南洋华人最隐秘也最坚韧的心理底色。妈妈住在一起几个月，然后一回去的时候，他会给爸爸很多钱，回去1、2个月，他用黄金来做金腰带然后他拿着包包的时候可以看到，这种看到吗？所有蓝色的都是这只翠鸟的羽毛。那个时候一捉到翠鸟他们一根一根羽毛把它拔出来，然后它会粘在上面的这只翠鸟今天在中国已经受保护了然后这种以前是属于王家的
这个在中国北京故宫里面都有啊，故宫里面都有啊。一部是妈妈，两个演员我们叫安娜，安娜就是孩子啦啊，安娜是孩子。一部是妈妈，安娜是孩子。那个时候没有纽扣嘛，他用这种有3个的一排的哈，1、2、3哈。他那个时候他会扣在这里1颗、2颗、3颗。那个时候人家看到女生戴脚环就是结婚了，都是空心的哈，不是实心的哈，实心的很重嘞哈，这很重，空心的。那个时候有2种，一种是银的，这种是黄金的啊。在这些精美的金饰和绣品面前，我们不难想象当年洋人们的生活。这不仅仅是财富的堆砌，更是女性在那个方寸之地里的话语权。既然不能像男人一样出门商战，那刺绣就是他们的战场。每一颗比米粒还小的珠子，都藏着成千上万小时的孤独。他们把对生活的掌控感缝进了鞋底，也把家族的体面穿在了身上。这种对极致的追求，其实是一种生命力的无声的证明，更是他们在规矩重重的世界里，为自己绣出了一片天地。看完他们的孤独与坚韧，最想做的就是去尝尝他们留给世界最直接的礼物——娘惹餐。这饭是用天然的蝶豆花染出的蓝色，摆盘很美，用的是南洋最习惯的勺子和叉子。最勾人的是那碟味道极重的酱料，酸辣里透着香料的魔力，特别下饭。虽然口味重，但我居然不知不觉就光盘了。香啊！这一顿饭吃下去啊，真是一下子就被这辣味给拉回了现实，好像感觉那个100年前的南洋梦并没有走远，历史绕了一圈，借着这口酸酸辣辣的酱料，又真真切切地和我们的生活撞在了一起。